续接上集。岳林一听他可以做农业公司的经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太好了，我太高兴了，铁柱，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，我好激动啊！哈哈，你冷静点，你提前做好准备，我带二叔去南乡看看煤矿。好，注意安全。一番勘探、了解、查看之后，岳启恒的心里顿时有了一个大概的草图。按照这个矿脉深度的话，可以使用露天开采，而且开采起来也并不困难。设备跟技术方面我都可以给你个设计，从准备到开采，所有的设备、人工等等加起来，大概需要50万的启动资金，但并不包含修路。如果按照最好的开采口位置来说，一定得有公路通到山里，否则是不行的。我来的时候也看了一下，从公路到这里大概有5公里的路程，修建道路的话，至少也得10万块钱。说辞还有办公楼、员工食堂、宿舍等等，加起来也得20万，还有安全设备等等，最少也得需要100万的资金。钱不是问题，100万比我自己的预算还要少一些，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那这样吧，二叔，待会我带你去银行开个户头，把钱转给你，怎么弄都听你的。高哥，你们既然跟着我干，那就帮我二叔弄这些吧。还有薛叔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矿山的安保经理，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你了，工资待遇绝对让你们满意。大家有问题没有？大家早都想开工赚钱了，谁也不可能有问题。就在大家研究煤矿的时候，农怀安带着个年轻人也来了。那个是农怀安的儿子，叫农建华，这家伙不是个啥好饼，你得注意点他。铁柱来了，咋不叫上我呢？你就是铁柱吧？一看你的年纪就没有我大，我应该叫你铁柱才对。但是咱可没胆子，还是叫你老板比较好。我爹年纪大了，叫你铁柱行，他也是好说话。那么便宜的价格就把荒山承包给了你，要是我的话肯定是不答应的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了，那我就跟你磨叽磨叽。嘴在你的脸上，你想说啥就说呗，我又没堵你的嘴。按理说荒山承包给你，发现煤矿自然也是你的，这个到哪儿都是你的理。但是你开采煤矿给我们南乡造成了污染，这怎么说？我爹是农民，不懂这些，我可是念过大学的，这些我都明白。煤矿的污染是很大的，你开发挣了钱，可是我们整天的呼吸煤尘，这怎么算？还有你挖山取煤，必定会造成水土流失，对我们农田的破坏，这怎么算？还有你开采煤矿是不是得修路？你修路是不是得占用农田土地？这又怎么算？说的没错，的确是这样。那么你能给我个解决的方法吗？既然你也这么认为，那好办多了。南乡煤矿这一片，你看看有多少户，多少人？你开采煤矿，大家都跟着被污染，农田没啥了不起不种。老板既然能够干得起煤矿，也不差这点农田，你就把南乡所有的农田都承包了吧，不要你多，1亩地你1年给100块钱的承包费。至于村民这块，也不让你为难，每家每户1年你给500块钱补偿就行，没别的要求。想法是真的不错。那还说啥了？我儿子是有文化的人，别看你铁柱生意做得好，有钱，但是在文化上你是真的不如我儿子。咱这说的是老实话，我儿子说的这些、想的这些，我都说不出。的确是不错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你们好像是想的有点多了。二叔，你觉得呢？何止是想多了，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，不懂装懂。我们的矿坑位置在荒山的中间地带，距离最近的村落都有10几里地那么远，哪来的污染？就算是有煤尘，也会被专业设备给过滤掉，否则我们的开采工人怎么办？这里根本没有任何的污染。小伙子，等你明白什么叫开采煤矿，再来这里要便宜吧。你别生气，我二叔这个人说话就是比较直，不过对于搞了一辈子煤矿开采的专家来说，可比你这个所谓的大学生厉害多了。而且煤矿开采之时，环境管理部的人也会来进行检测的，你特么算哪根葱？建华，你还是回去再多念点书吧。你想想，人家铁柱要是没点能耐，能在这里搞煤矿，你是不是觉得谁都像你这样，想啥是啥？你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薛叔，你这赶人的毛病可不好。爹，咱还是回去吧。说完，俩人灰溜溜的走了。铁柱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农建华那孙子交给我了，他敢跟我放肆，我能弄嘎他。这么说，铁柱也就放心了。另一边，应家浩找到了刘姐。你的这些衣服我都要了。这位老板，你不是看姐无聊，来逗姐开心的吧？我没有心情逗你开心，是想跟你联手做点买卖。老板，你有啥好买卖，我跟你做。那把东西收拾好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铁柱来到制衣厂。铁柱，不是我不答应你，而是我们厂长现在有别的打算，你的货我们现在也只能是尽量的生产。周经理，你就直说吧，你们厂长到底啥要求？铁柱，不瞒你说，我也就是个销售经理，厂长咋想的我也不知道，他就说这批面料做好之后就不再给你加工了。这么说，
他是想提高加工费。铁柱根本就不是加工费的原因。昨天他们在研究要仿制你的夹克跟连衣裙，其中有刘杰跟陶墨，另一个人是应家浩。回来之后就是这么说的。我当时还问了几句，但是我们厂长就说这么办，也没得商量。就算让他们仿制出来能怎么样？他们敢挂艾琳的商标吗？而且刘杰那2下子能仿制出来就见鬼了。再说殷家浩这么做根本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我的钱。他觉得这样就会搞掉我的资金来源，再也不能去开发煤矿，我都觉得有点可笑。谢谢周经理跟我说的这些，就按你说的，先把这些面料都做出来吧。铁柱根本不在乎，因为订购的20万匹面料到货了，很快制衣厂跟纺织厂就得低三下四的来求他。去接上级，玉厂长，昨天工人就该发工资了，可是到现在财务上1分钱都没有，还有水电税都要交，以及我们还得采购新的缝纫机。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给工人发工资，全厂2000多工人都在等这点工资养家糊口啊！要是再不发工资，他们可能就罢工不干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工资让他们再等几天，等这批服装卖出去，不就有钱发了吗？玉厂长，我们做的那些仿冒品根本没人要，今天我让销售拿去纺织品市场批发，一件都没有卖出去。我觉得你还是别指望这些了，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给铁柱加工衣服，那样我们才能赚到钱。行了，别再说了，让我安静会，头疼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周全找到铁柱。周哥，你咋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铁柱帮帮我们，否则制衣厂就要关门了。你让我怎么帮？买下制衣厂吧，现在会是能够拿出现金买下制衣厂的人屈指可数。我之所以求你，就是觉得你是个正儿八经的商人，凭你设计的服装一定能够让制衣厂发展起来，反而是在玉润松的手里一定会被他给输掉的，所以制衣厂一定得是你买才行。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我也拿不出太多的资金来收购制衣厂，而且你也知道玉润松跟陶墨、殷家浩合起伙来整我，我宁可自己开个制衣厂，也不想收购你们的制衣厂。如果你真的想让我收购也不是不行，那你帮我个忙吧。铁柱立刻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，周全越听越是皱眉，但也是连连点头。另一边陶墨给玉润松要钱，玉老板，那批货卖的咋样了？我给你提供那么多的面料，那也是有本钱的，现在我也需要资金周转，工人都在等着发工资呢。你着啥急？不得慢慢慢吗？你要是着急，就把面料拿回去吧。挂断了电话，然而不到几秒钟，电话再次的响起，他还以为是陶墨打来的，结果却是约他去赌钱的。玉润松压根没有钱，可心痒难耐的他还是满口的答应。就在这时，周全拎着一个旅行袋来了。我都说了，让工人等等，你怎么还来烦我？周全也不说话，把旅行袋直接放在办公桌上。老周，这里是20万，还有一份制衣厂转让合同，你把这制衣厂卖了吧。这话让玉润松是又惊又喜，正想着卖掉制衣厂，周全就把钱带来了。老周，是你买工厂还是别人要买？你就当是我买吧，合同在这儿，你先看看。玉润松不急不缓地拿起合同，简单的看了看。老周，20万有点少，你也知道这工厂肯定不只是这20万，我父亲可是投入不少的心血在这里，20万我不能卖，最少的50万。因为他很清楚，周全没有这个实力买工厂，连合同上的购买方都是空白，想买工厂的人肯定很有钱。玉润松，我知道你现在最缺的就是钱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现在正有赌局等着你去玩的是吧？你现在同意20万卖掉工厂就签字，不同意那我就把钱拿走，你爱咋样咋样。你也可以把工厂卖给别人，可会是能拿得出20万的没有几个，即便是有，人家也不会买个亏损到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快要倒闭的工厂。玉润松心里咯噔一下，他现在的确需要钱去翻本，赌局的人还等着他。再说了，想卖给别人那也得需要时间，谈来谈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卖得出去。20万就20万吧，谁叫人家拿得起现金呢？玉润松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跟这制衣厂没有半点关系，现在请你离开的。玉润松拎着钱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紧跟着铁柱就来到了工厂。现在我该叫你厂长了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工厂，我跟那2000多工人的命运就交给你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，稍后我会安排个隆重的欢迎仪式。欢迎仪式就免了吧，你现在去安排一下，先把那些仿冒的服装都销毁掉，之后把纺织厂的面料给他退回去，并且明确告诉陶墨，现在我是制衣厂的厂长，我不给他这个面子。其次，立刻恢复原来的服装生产。另一边得到消息的陶墨和殷家浩也闹了起来。殷老板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制衣厂是铁柱的了，我们还怎么仿他的服装？现在他还在便宜的出售布料，我的纺织厂都快撑不下去了。当初的计划是你定的，现在你给我出个主意吧。你也别跟我说这些，我现在不想听。你有能耐自己去竞争，没能耐你就跟玉润松那个傻货一样，把工厂卖给铁柱吧。扔下句话，殷家浩直接离开。
陶默气的手都在颤抖，现在还得是靠自己。想到这里，陶默也离开工厂，去见一个重要的人。老陶来了，坐吧，正好陪我喝点。愁眉苦脸的，你这是咋了？别提了，我老丈人去买土豆，让人给打住院了。老头一天不挨揍就难受。别说这些了，你这大忙人怎么到我这来了？在马瑞祥疑惑的目光，陶默把为啥被铁柱打压的经过细说一番，也把自己想跟铁柱讲和的想法提了出来。你自己说怪谁？能怪得了人家铁柱吗？不是我说你，铁柱的为人那是没得说。你为了赚钱跟别人合伙坑人家，现在你还想让人家原谅你，这可能吗？换作是你能不能接受？所以我这不是来求你帮我跟铁柱说和吗？咱俩的交情也不是1天2天了，这点忙你不帮？我可以帮你说，但是人家铁柱答应不答应，那我可不保证。同时，殷家浩这边也离开了会市，直接前往最大的棉花生产基地番市，给铁柱提供面料的纺织厂用的棉花也都是从番市采购。他要彻底的切断这个供应链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马瑞祥找到铁柱，马叔你咋来了？这不是挺长时间没见你了吗？怪想的，特别过来想请你吃个饭。你还请我吃饭？我请你吧，咱找个好点的餐馆吃点去。我这边都安排好了，你跟我去就行。铁柱微微一笑，心里也想到是谁让马瑞祥出面了。来了，铁柱，想请你这个大老板，可是真的不容易啊。马瑞祥也看出铁柱对陶默没啥好感，他是来做和事佬的，有些话还得他说。铁柱，其实你跟老陶之间都是误会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何必搞得那么不开心？再说他也是被那个殷家浩给逼迫的，本身他并不想那么做。今天摆这桌酒席，就是想把话跟你说开了，以后大家好好的交往。铁柱，我也是被殷家浩掐着脖子逼着我那么做的。你也知道我做纺织厂最主要的就是棉花，咱会省所有的棉花都是他殷家浩说的算，我要是不听他的，就不给我棉花。我的工厂有3000多人等着棉花吃饭，我也是真的没法子。我也知道那么做不对，你就看在老马的面子上，别再跟我竞争了。陶总你可别这么说，我担待不起，买卖自己干自己的，腰板硬谁也压不弯，骨子软，说啥都是废话。马叔，你是我永远的叔，你需要我铁柱的地方，我在所不辞，但是别人肯定不行。我换句话说，殷家浩仿冒我的设计，陶总给提供面料，这是往死里整人。现在觉得不行了，一顿饭就想过去，不可能，难道我差这顿饭吗？我现在赚钱，毫不虚构的说，都得用袋子装。马叔，话我说的够明白了，您也是明白人，懂我的意思啊。铁柱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你不看我也看看我厂里那几千个等着养家糊口的工人，你这么跟我竞争，现在我的纺织厂1匹布都卖不出去，你让我们怎么活？我也没有别的要求，你把市场让给我一半，然后你的面料价格也得跟我的一样，这样我们才能都赚到钱。这他妈跟我有啥干系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市场决定一切，你有法子就跟我竞争，没法子那就等死。马叔，这顿饭我请了，改天我给你送鱼去，咱俩再好好的喝点。也不管马瑞祥的挽留，扔下句话，铁柱直接起身离开，留下独自在包厢的陶默，脸色都发青。好啊，反正都是死，那咱就拼个你死我活，我看谁能笑到最后。